倉鼠咁樣係代表凍，咁樣嘅姿勢又可能係凍。睇下今集就會明白點先知鼠鼠凍㗎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巨神貓仔，我係巨神貓仔媽咪。近排香港同台灣嘅天氣比之前凍咗，等我哋今日就簡單提醒返大家冬天幫倉鼠保暖嘅重點啦。去片，首先就講下點樣先知道倉鼠係凍啦。最適合倉鼠生活嘅氣溫係18至24度，不過每隻鼠鼠適應氣溫嘅能力都唔同，所以呢個溫度都只係參考。最重要係留意住倉鼠有冇覺得凍嘅表現。當倉鼠凍嘅時候，通常會匿埋一角或者匿喺平時瞓覺嘅地方攣埋一嚿保暖，活動量會減少。除咗食嘢、飲水同去廁所之外，其他時間佢哋可以完全唔出嚟都得㗎。另外，當倉鼠凍嘅時候，佢哋啲毛毛會豎起嚟保暖，望落去就感覺好似肥過又圓過平時咁樣。至於耳仔同腳仔冇毛嘅地方，摸落去就會好凍冰冰，呢啲都係倉鼠凍嘅信號嚟㗎。如果你見到鼠鼠比起平時多咗捐入去啲墊料度，都可能係鼠鼠覺得凍嘅信號嚟㗎。因為墊料夠厚可以保暖，所以佢哋就會捐多咗入去，又或者專登擔多啲墊料入去瞓覺嘅地方保暖啦。你哋睇下 Cookie， 一凍就會用墊料圍住晒自己，淨係剩翻個窿俾自己透氣嘅咋。好啦，我哋依家就重溫下冬天有咩方法幫倉鼠保暖啦。首先就係要將倉鼠籠放喺一個適合嘅位置啦。窗邊嘅玻璃比較透風會凍啲，所以我哋唔建議將鼠籠放喺窗邊，最好可以放鼠籠喺屋企嘅角落頭靠近牆嘅位置，咁樣會幫到佢哋保暖。另外，如果冬天想開窗通風，都最好開一個遠離鼠籠嘅窗，咁樣啲凍風就唔會直接吹住鼠鼠啦。第二個幫鼠鼠保暖嘅方法就係用膠籠啦。市面上有好多鐵籠賣，鐵籠嘅好處係通風，但係冬天用鐵籠就會變咗入風㗎啦。所以如果大家係用鐵籠嘅話，我哋會建議大家喺冬天換個膠籠俾倉鼠，因為膠籠始終密封嘅位多啲，唔會咁透風，而且膠籠可以防止到鼠鼠過度咬鐵枝呢個問題。整體嚟講都係好過用鐵籠㗎。如果你希望 keep 住用鐵籠嘅話，咁都可以加塊布冚住半個籠頂，阻止啲風由四方八面吹入個籠度嘅。第三個幫鼠鼠保暖嘅方法就係放多啲墊料俾倉鼠啦。墊料放得夠厚嘅話，可以加強個籠嘅保溫程度。如果大家好似我哋咁樣，唔係用開廚房紙做墊料，我哋就會建議大家喺鼠鼠瞓覺嘅地方加啲厚身嘅廚房紙保暖，等佢哋瞓覺都可以暖粒粒啊嘛。第四個幫鼠鼠保暖嘅方法就係餵多啲糧俾倉鼠啦。因為倉鼠喺冬天需要大量嘅熱量保暖，所以佢哋喺冬天會自然食多咗嘢。我哋都唔怕俾多少少糧倉鼠食，因為冬天嘅熱量消耗得好快，只要適當加啲糧俾佢哋食，佢哋都唔會咁易變肥仔嘅。第五個幫鼠鼠保暖嘅方法就係開暖爐或者加暖燈俾倉鼠啦。開暖爐的確係最快令室內變暖嘅方法，當然長期開暖爐個成本會好貴，所以如果想長期暖住鼠鼠嘅話，用暖燈都係一個唔錯嘅方法嚟㗎。不過喺用暖燈嘅時候，就要留意一下暖燈嘅擺放位置，擺得太近個鼠籠可能會太熱。另外最好買一個過熱就會自動熄燈，或者買一個有時間掣嘅暖燈，咁樣都可以幫到你控制個暖燈唔好太熱㗎。雖然香港同台灣嘅冬天唔會成日都好凍，但係都可以幫倉鼠準備定保暖措施，有需要嘅時候就可以即刻幫佢哋保暖啦。倉鼠太凍可能會令佢哋進入假冬眠嘅狀態，佢哋有機會會醒唔返，就咁就去咗鼠星，所以留意住室內嘅氣溫係好重要㗎。除咗氣溫之外，陽光都會對倉鼠嘅身體有影響，想知多啲嘅就撳呢度睇下啦。鍾意我哋嘅影片就 subscribe 同俾個 like 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